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这个手提式砂轮机，顺便分享一些安装以及注意的事项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看这个手提式的砂轮机。我手上有的这一支呢是 Makita 的 DGA 414。在开始之前呢，希望各位动动手指帮我按个赞。像我这样子的艺人团队又没有赞助商，其实拍片还是蛮辛苦的，所以希望大家支持一下，多按赞，这样子 YouTube 也会多帮我曝光我的影片。感谢各位。我还有另外几部跟砂轮机相关的影片。有介绍常用的砂轮片，还有多功能切割片的实作，那连结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说明栏。它这一支是一支4英寸的砂轮机，也就是使用100 ml 的砂轮片。这是一支18伏充电式的，然后这边它有调速功能，可以调1到5档，转速可以从3000到8500转。开关设计，这是一个推扣式的开关，它有支援 AWS 的蓝牙联动。这一支使用的是无刷的马达，然后它还有使用 XPT 的防尘防滴技术，以及 AVT 的减震技术。砂轮机的功能其实很多，我在另外一支影片有介绍常用的几种砂轮片，以及它的用途跟使用的方法，以及我使用的心得。其实市面上的砂轮机呢是会有很多种。一般在尺寸上会有4寸、5寸、6寸或者以上更大支的，比较通用的，一般我们都会选择4寸或5寸，差别就会在使用的这个砂轮片的大小。4寸的我们就是100 mm 的，那5寸的就是125 mm 的。砂轮片的大小通常就会影响到可以切割的深度，越大的砂轮片，它的切割深度就会越深。100 ml 的片子呢，可以放在125 ml 的砂轮机上面，但是125 ml 的片子就没办法放在100 ml 的机器上面。超过5英寸或者再大的砂轮机，一般都是用来做特殊用途的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你不知道要选什么尺寸的，你可以选择5英寸的。开关的设计上一般会有2种，我这一种就是推上去，然后压下去，它就扣起来，机器就会一直运转。那如果你要解除的话，只需要这样子压一下，它就会解除。一般这种开关会有一个安全设计，就是当机器如果不小心脱手飞出去的时候，它掉到地上的时候，感应到震动，这个开关会跳开，就机器会停止。另外一种设计是扳机的设计，它就会像起子机这样子，这边会有一个开关，然后你压下去，机器才转，放开机器就会停止。安全性上面来说，我觉得这种扳机式开关的安全性会比较高，因为你机器一旦脱手，或者是在什么紧急的状况下，你只要把手指头放开，它就可以停止。所以如果你是新手，或是比较担心安全性上面问题的话，建议购买扳机式开关的砂轮机。这台机器是装18伏的锂电池，而且它用起来力量上也不会输给插电的。砂轮机算是一种比较耗电的工具，所以你如果是长时间在使用的话，就需要多准备几颗电池，或者选择使用插电的机器。对于一般 DIY 或者是家庭使用的使用者来说，因为工作量不是很大，电池款就绰绰有余了。调速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，市面上蛮多的砂轮机都是没有调速功能，那一种的我就不建议买。有调速功能，你可以切换到你想要的速度，因为当我们在使用不同种类的砂轮片的时候，砂轮片支援的最大转速会有所不同。所以当你在选购砂轮片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上面标示的转速是不是能符合你的机器。比如说有一些砂轮片长得像钢丝刷那样子，它都不能支援很快的速度，因为那种钢丝刷的砂轮片，它在高速旋转的时候，它有可能断裂，然后喷出来。所以如果你的砂轮机有调速功能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速度调下来。这边要顺带提一下，像这种金属的切割砂轮片呢，它是最容易破裂跟爆裂的一种。所以你在收藏或是保存这种砂轮片的时候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
不要跟其他硬物碰撞，因为碰撞有可能导致这个砂轮片有裂痕。如果有裂痕的话，我们又看不出来。当机器启动快速旋转的时候，这个片子就有可能炸开。如果使用这2种多功能的切片呢，就能避免这样子的危险，而且这2种多功能切片基本上不会产生火花。我在另外一个影片有实作，连结我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。砂轮机都会有附一个副手柄，那副手柄可以让你装在这个洞里面。副手柄装起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样子，它可以装在左侧，也可以装在右侧的这个洞。我们操作砂轮机的时候一定要双手操作。砂轮片旋转的方向，如果反过来看的话，它是逆时针旋转的。那如果你正着看的话，它就是顺时针旋转。所以我们在做切割的时候，片子一定要在左手边，不能反过来这样子使用。由于机器的旋转方向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切割。机器有一个惯性是往前跑，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，才不至于机器弹到自己或伤到自己。它这一款的安全盖设计是快速调整型的，也就是它这边只是一个扣子，你可以调整到任何你想要的方向，然后再把它扣上，这样子就紧了。市面上有一种它是螺丝的，然后你必须要拿螺丝起子把它转松，调整好又要拿螺丝起子把它转紧。那一种的话相对是比较不方便，所以如果在选购的时候，尽量挑选这一种快速调整型的。如果它附的罩子只有螺丝，没有这种快速调整的功能的话，建议你问问看有没有副厂的或者是能够使用的这个砂轮盖，把它换掉。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会需要去调整这个方向。这个安全罩主要是防止我们在切割金属或者研磨东西的时候，火花喷溅到自己的身上。我们再来说一下如何安装这个砂轮片。像我这种砂轮片就是传统型的，现在2022年有出一款叫做 X-Lock 的砂轮片，它主要是能让你快速的更换砂轮片。如果你购买的是 X-Lock 的机器，那你就必须要购买 X-Lock 的砂轮片。X-Lock 的砂轮片可以用在 X-Lock 的砂轮机以及这种传统式的砂轮机，但是传统式的砂轮片就没办法安装在 X-Lock 的砂轮机上面，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。目前 X-Lock 的砂轮片款式还不是非常的多，不过可能会慢慢越来越普遍。安装砂轮片的时候，这边有一颗 Lock 的按钮，我们必须先把它按住。按住之后，它这一根螺杆它就会固定住，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把这个螺帽转下来。螺帽转下来，它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它这个螺帽一边是凸起的，然后一边是凹进去的。什么时候要使用凸起或者凹进去，跟你安装的片子有关。螺帽转下来之后，这边还有一个垫片。要留意一下，这个垫片两面都可以使用。它这一面是一个圆圈，那这一面是长得不太一样的。以我这一款来说，它是好像2个半圆这样子。2个半圆这一种可以用在20 mm 的砂轮片上面。一整个圆的这一种呢，是16 mm 砂轮片使用的。如果你的砂轮片这个孔的直径是16 mm， 你就必须要使用这个16 mm 的这一边。如果你的砂轮片这个直径是20 mm 的话，你就必须要把这个垫片把它转一个方向放进去，这样子才能符合你砂轮片孔径的尺寸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螺母，它这个螺母呢，一面是有凸起的，一面呢是凹进去的。当你使用这种薄型的砂轮片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把凹进去的这一面对着砂轮片锁进去。因为这种片子比较薄，如果你用凸起的这一面锁进去的话，这个片子会锁不紧。如果你是使用这种厚型的砂轮片的话，我们就把凸起的这一面对着砂轮片锁进去。另外还有一种砂轮片，像这个样子的，它这边是有牙设计的。那这一种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下面的垫片拿起来，然后我们也不需要使用这一个螺母，我们就直接把这个砂轮片顺时针的方向给锁上去。
记得要把中间这个垫片拿起来，这种砂轮片才能完全的锁进这个螺杆上面。我们在锁上砂轮片的时候，一般有2种方式，我们可以使用工具，也可以不使用工具。那以这个片子为例，用手把这个螺母锁到差不多紧了之后，手转不动了，左手压住后面的固定钮，右手抓住这个砂轮片，然后顺时针的旋转，这样子它就会紧了。由于这个机器旋转的方向是这样，所以这个片子在使用的过程中，它会越用越紧，它并不会松开来。那如果要拆卸的时候，一样左手压住这个固定钮，右手逆时针旋转这个砂轮片，它这样它就会松开了。松开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手把这个螺母给转下来。那同样，你在安装跟拆卸的时候，都可以使用它附的这个扳手。这边也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这个片子千万不要锁得过紧，像塑胶的会把塑胶锁坏掉，或者是有一些片子它可能会破掉。另外要提一下的就是，像这种片子，我们绝对不会把它装错面嘛，我们一定是这样子装的，我们绝对不会把它反着装，因为反着装都不能用，没有哪一面要朝外的问题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像这种金属的切割片，我们可以注意到，它这一面是完全没有金属的，然后它这一面的这个内圈，它会有一圈金属的环。如果是这种设计的话，请各位在安装的时候，记得把金属环朝外面。另外，我们也要注意一下，有一些砂轮片它是有方向性的，像这个砂轮片，它上面就有箭头标示方向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搭配砂轮机旋转的方向，按照正确的方向安装上去，不要装反了。最后提醒一下，由于砂轮机是属于比较危险的工具，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必要的护具。我们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